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一直没办法压制乌军的军事指挥、通讯、侦察和情报系统。没办法，电子战机太少了，加上性能一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前段时间，俄空天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连续被击落的那4架飞机里面，就有2架电子战直升机。问题来了，俄罗斯目前还剩多少架电子战机？为什么俄军的电子战能力会那么差？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也还行，就比如陆军，其中4大军区及总参谋部各配有至少一个独立的电子战旅，各旅分别下设4个电子战营和1个电子战连，大部分的机动部队也都配有1个电子战连，但也就陆军能看了。空军的电子战能力极差，被击落的那4架飞机里面就有2架米8 MTPR-1 电子战直升机，配备 Richard AV 电子战系统，主要作用就是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目前该型电子战直升机只有18到20架，而空天军的电子战直升机部队一天就损失了1/10，可见其性能有多拉胯。该型号的米8其实也不太老，2015年3月才正式交付第1架。飞机是新的，但是它所搭载的电子战系统性能却不怎么样。米8电子战直升机搭载了一套 Richard AV 电子战系统，由上个世纪的 Smalta 电子战系统发展而来，能够干扰敌方地空导弹系统的火控雷达，为己方的飞机、直升机提供保护。Richard 电子战系统有一个敌方电子设备数据库，检测到无线电信号之后，可以自动匹配信号源，并选择最佳的干扰方式。听说可以同时干扰最远170公里处的8部雷达，还能干扰敌方航空雷达，保护己方的地面部队。但实际性能如何，各位也能看出来，别说保护队友，自己都被干掉了。受限于俄罗斯落后的电子工业，俄罗斯电子战系统的体积越来越大。现在米8电子战直升机所搭载的 Richard AV 电子战系统基本上能够占据整个米8直升机的机舱，但是其干扰原理依旧是相对落后的大功率压制，追求大力出奇迹，缺乏精确干扰能力。同时，它的探索和分析能力与西方同类型装备有很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米8是一个直升机电子战平台，无论是航程、航速还是机动性，都比不上美国的 EF-18。美国的电子战机除了干扰、压制这种软杀伤之外，还能发射反辐射导弹。米8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从俄乌战场上的实战情况来看，米8电子战直升机大概率用的是低空飞行，接近目标的方式来实现其战场功能，这就给了乌克兰防空武器击毁目标的可能。从公开信息来看，俄罗斯电子战直升机被击落的细节不太清楚，但根据战区的分析，有4种可能性：友军误伤，被乌军空导弹击落，被乌军单兵防空武器击落，以及被乌军的防空系统击落。除了被友军误伤这个有些离谱的可能性之外，其他都能证明米8电子战直升机的性能。那么，俄军整体的电子战如何？电子战机还剩多少？俄罗斯的电子战飞机是有的，几乎各种大型飞机都有电子战型号，但真正叫得响的没几种，稍有名气的也就图 214R 电子侦察机、伊尔20和伊尔 22P 等电子战飞机，数量更是个位数，对比美国和北约眼花缭乱的电子战飞机根本不够看，而且机型老旧，画面给人浓浓的废土感。东欧那边，俄罗斯电子战飞机几乎整体缺席， A50 预警机都没见， A100 始终未见落地。就实战情况来看，俄军的电子战能力很差，比如空基电子战飞机不仅数量少，性能还一般，根本无法形成一个体系。当前的空基电子战飞机分几个层次，最基础的就是电子战直升机，主要作用是掩护直升机群或者小范围战场电子压制。美国陆军也装备有黑鹰改的电子战直升机，这点俄军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俄军缺乏的是在安全区域飞行、执行远程电子侦察和压制任务的大型固定翼电子战飞机。就比如美国的 EP-3E EA-18G，目前俄罗斯的固定翼电子战机数量少，服役时间长，很难形成战斗力，这就导致俄军没有办法大范围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仅依靠电子战直升机那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缺乏电子战支援，目前俄军的战术飞机和直升机基本上都在比较低的高度上飞行，避免被中远程防空系统击落。不过如此一来，又落入了短程防空系统的射程，毒刺高射炮一射一个准儿。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俄空天军就没消息了。当然，这不代表电子战直升机没有用，如果没有的话，俄罗斯损失的飞机更多。至于俄罗斯航空电子战装备还剩下多少，也能简单聊一聊。苏联的电子战飞机比较多，但是到了俄罗斯时期，军事力量衰弱，武装部队的人数减少了80%，防务预算下降了近80%，退役了大量的电子战飞机。而且从当前国防预算来看，俄罗斯仅比英法德高出12%到46%，而俄军的现役人数却是英法德军队的近5倍，需投入军力的地域面积更是多数十倍，加上每年都将超过10%的军费用于维护核武器，常规部队的经费就更少了，还都用在了坦克战机上，电子战机连汤都喝不到。所以在2008年与格鲁吉亚军事冲突期间，俄罗斯电子战能力严重不足，之后才对电子战进行了重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俄罗斯宣称的很多新型电子战武器都是冷战时期的项目，而俄罗斯现在主要电子战机也就3架伊尔 22PP 伐木人、12架伊尔 22M 斑马、14架伊尔 20M 黑鸭子 A 等少量机型，服役的电子战直升机也就米八电子战直升机一种，现在能用的数量大概也就16架左右，其中只有伐木人具备防区外干扰能力。除此之外，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还是基于苏24研发了苏24 MP 击剑者 F 电子战机，专门安装了对付北约的雷达电子干扰系统，还能携带4枚 R60空导弹用于自卫。俄罗斯基本上都是用苏24 MP 驱逐进入黑海挑衅的美英舰队。听说2015年的时候，苏24 MP 还能锁定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不过从性能上看，苏24 MP 这种菜鸡级别的电子战机肯定没办法跟美军 EA-18G 这种专用的电子战机相比。同时，现在俄罗斯还有北约的制裁，之前能进口的电子元器件没了，电子战系统就别说研发了，能凑出来一架电子战机都算俄罗斯库存多。当然，电子战除了压制干扰外，还有进攻手段，比如针对敌方雷达系统的反辐射导弹。俄罗斯空天军目前装备的有 KH-25MP、KH-31PM、KH-58 等多种反辐射导弹，其中比较先进的就是 KH-31PM， 通常由苏 35S 战机挂载。不过，就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上述这些导弹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也就那样。至于俄乌战场上电子战，只能说俄罗斯也太惨了。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出现了通信被乌军窃听，加密通信系统无法运作，甚至是使用民用对讲机和手机等问题。在电子战方面，电子部队参战跟不参战一样，一直无法有效压制乌克兰的情报系统。当然，俄电子战表现一般，具体的原因很多，不只是因为电子战装备少。在俄乌战争初期，俄军大范围的闪电战直接撕裂了俄军的通信体系，俄军的战场通信多次被乌军甚至是无线电爱好者截获，乌军甚至能切入俄军频道与俄军对骂。一些俄军被俘虏之后，乌军还发现用的不是乌军通信装备，而是民用对讲机。直到俄军战场转移到顿巴斯地区，俄军的通信态势就发生了改变。毕竟顿巴斯这边距离基辅比较远，俄罗斯又在乌东地区经营了好些年，当地的通信与电子战体系相对完善，最起码能保证通信安全问题。要不然一直这样，那俄乌战争早就以乌军胜利结束了。当然，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北约就已经援助了不少通信装备，比如美国的猎鹰2、猎鹰3战术无线电台，还有摩托罗拉公司的 DP4400 和 DP4600 型对讲机。最特殊的就是星链 ，SpaceX 给乌克兰提供的星链终端已经超过了3万个。这种设备是直接接入星链卫星系统，能够持续不断地给乌军提供信号。就算俄军通过大规模空袭瘫痪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也不会影响到星链的信息传输。至于俄罗斯电子战在俄乌战场上表现一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没有将电子战设备协同使用，
在现代战场，电子战必须是全方面压制，只要在一个地方有漏洞，就无法压制敌方的雷达和通讯系统，电子战也就无效了。比如围攻基辅和哈尔科夫的时候，俄军因为地形问题延缓了行军速度，造成油料、弹药和补给出现问题，电子战装备根本没办法及时到位。其次，俄乌战线过长以及犬牙交错的问题，也不利于俄罗斯的电子战，很难区分敌我系统。毕竟乌克兰也继承了苏联的一部分遗产，攻击乌军传感器和通讯设备的同时，也会让自己人的相同设备处于被电子攻击状态。而且俄罗斯这种靠大力出奇迹的打法，误伤很正常。如果俄军转为硬杀伤，比如摧毁哈尔科夫的信号基站，自己的军用加密通讯网也会被影响，这就很尴尬了。无论是软杀伤还是硬杀伤，都会影响自家军队，杀敌1000，自损800。同时，世界对乌的援助也影响了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北约的好兄弟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无线电设备，工作的距离、信号各不相同。乌克兰国土防御部队就是依靠这些设备保持乌军的通讯，而且极为有效。如果将军用通讯设备发出的信号与海量的民用设备通讯信号连在一起，俄军很难清晰识别敌方目标。之前，乌克兰在基辅城外缴获了一部性能完好的 Karasuka-4 设备，发现在这种场合下，这种电子设备根本没办法完成任务，无法从截获的信号中找到有用的信息。火力军估计，在俄罗斯的战争预想以及之前应对的战场里，就没有想过会面对如此复杂的电磁环境。俄罗斯以及苏联设计的电子战设备都是设想跟北约来一场传统大战，用来对抗北约的预警机、雷达和卫星的。前期准备不足，加上最基础的电子战设备太少，就造成了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在这种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下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战力，反而是乌克兰的电子设备可以通过民用设备来伪装成军用通讯设备的信号，或者是军用伪装成民用，俄罗斯是防不胜防。总的来说，在电子战领域，俄罗斯不论攻防都跟北约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空机领域，无论是升级图 213R、1220M1，还是让战机携带电子战吊舱，都不能改变俄罗斯当前的现状。毕竟穷，没办法大量装备电子战吊舱，只有通过升级地基电子战系统来补充，为数百公里外的空中打击提供支持。这是俄罗斯弥补缺乏机载装备的典型做法，这也就导致俄罗斯空天军的电子战能力越来越差，在俄乌战场上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之前一次被击落2架电子战直升机也是可以预见的，只是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俄罗斯而言，最好解决办法别动不动就拿核武器威胁全世界，销毁一半，然后发展常规武器，不香吗？